沈烨，你大白天烧什么呢？烧银子。听见没？他说烧银子，用沙子烧银子。这读书人疯起来，果然比咱们粗人有花样。沈烨，你爹欠赌房20两，你不想法子还债，蹲这儿烧沙子。听说你在烧银子。依我看，这不是烧银子，是提前烧上路用的。尽情的笑吧，3天后，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成了。我竟然穿越到了大前王朝，还穿越到青山县的首富身上。滚出来！今日再不开门，老子就拆了你这破屋！你爹生前在聚财赌坊借了20两银子，白纸黑字画了押。今日你若拿不出钱，就拿这间屋子抵债。不是梦。这是你父亲生前亲手画押的借据，加上利息一共20两。今日还钱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若还不起，屋契拿来，人跟我走。给我3天。3天？沈烨，你当我是傻子呢？你就算今天拆了这屋，也卖不出20两。若把我绑去赌房，我病成这样，万一死在你那里，你不但拿不到钱，还要担一条人命。可你若给我3日，至少还有机会拿回银子。我给你立字据，3日之后，若我沈烨不能偿还聚财赌房20两银，愿以房屋地契抵债，并自愿入聚财赌房为徒3年。好，3天之后我亲自来收钱。你若敢跑，我打断你的腿，然后再卖去矿山。哼！3天，换成别人这是死局，但对我来说未必。根据原主的记忆，家里好像有一座废弃的窑。虽然破是破了点儿，但好在主体结构还在，修一修未必不能用。接下来就是寻找制作玻璃的原料了。不是叔父说你爹活着的时候不争气，死了还给你留下一屁股债，你一个读书人哪里还得起？叔父有事。叔父是来帮你的，你这屋子迟早要被周家拿走，与其便宜外人，不如转给族里。这样吧，叔父出5两银子买你这屋契，剩下的债叔父再替你去周家说说情。不卖。沈烨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爹肯出5两是看在同族份上，等周家来了，你连5两都拿不到，那就不劳你们费心。燕哥，叔父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人要认命，你爹已经把沈家的脸丢尽了，你若再被赌房拖走，族里也跟着蒙羞。听叔父一句劝，把屋契交出来，至少你还能留条活路。我爹下葬那日，族里可有人来？我饿了3日，族里可有人送过1碗米？既然我快死的时候，族里没管我，那我活着的时候，族里也别来管我的屋契。沈烨，你敢这么跟我爹说话？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滚出去！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，3日之后周家上门，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？你等着！这不是沈家那个书生吗？听说他爹欠了赌房20两，20两，那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。他拿着筐干什么？不会是要去要饭吧？虽然离真正玻璃用的高重石英砂差得远，但也不算太糟糕。当思念飞过云后。
沈燕，你大半夜烧什么呢？烧银子。完了完了，真疯了！这小子估计是撞邪了。这就是银子，你这烧出来的狗屎吧？我看周家不用等3日了，明日就能把人拖走。沙子要是能烧成银子，我把这姚辉吃了。比例不对，温度不够，杂质也多。有戏。沈燕，你这是何苦？周家那债虽然吓人，可你去现学求一求先生，说不定还能替你周旋一二。多谢王婶，我心里有数。唉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别真把自己逼疯了。沈燕，听说你昨夜烧沙子烧到半夜，还说自己在烧银子。不是沈家少爷吗？沙子能烧成银子，沈兄若真有这等本事，何必读书？直接开个点石成金的仙炉，岂不更好？依我看，沈兄不是要烧银子，是要烧给自己上路的纸钱吧？沈燕，你昨日不是很硬气吗？还让我爹滚出去，怎么今日不继续硬气了？让开，挡光了。沈兄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装什么清高？你欠周家的银子，整个青山县都知道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跪下给沈安兄赔个不是，再把乌记交给他。看在同窗一场的份上，我们可以替你去县园说几句好话。说完了，说完就滚。沈燕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现在很忙，没空陪你们演戏。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，3日之后你还能不能这么狂？你会看到的。沈书生，今日烧出银子没有？要不你多烧点，顺便替我家也还2贯钱。这读书人疯起来，果然比咱们粗人有花样。这是啥？真烧出来东西了？这不会是琉璃吧？琉璃？不能吧？琉璃不是西域来的宝贝吗？沈燕可是用沙子烧的呀！太浑浊，气泡太多，放在现代就是残次品，可在大前已经足够让常人震惊了。谁刚才说吃姚辉来着？白沙里铁杂质太多，导致发绿，短时间不可能做到完全透明。对了，我可以先做几颗玻璃珠，小象成型容易，而且对透明度要求不高，只要颜色漂亮就能卖。真是珠子！这东西能卖钱吧？岂止能卖钱，这若说是西域琉璃，富户家的小姐怕是会抢着要。第一件商品成了，成功率还是有点低，9颗只成了4颗，好在里面有1颗极品，这颗可以拿去真正识货的人。干什么的？卖东西。卖东西去西市，这里不收破烂。我要卖的是琉璃。你卖琉璃？哪来的这虫子啊？知道琉璃是什么东西吗？赶紧走，别挡着贵人进门。你们做不了主。你还来劲了是不是？吵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这穷叔子说要卖琉璃，小的怕他是骗子，正要赶他走。你有琉璃？有。拿来看看。大小姐让你拿，你聋了？这里不合适。大小姐，这人来历不明。陆家什么时候由你做主了？不敢。进来。东西呢？
这是西域来的？不是，那是哪儿来的？我烧出来的。荒唐！琉璃乃西域秘宝，需名将以秘法炼制，价值千金。你一个青山县穷书生，竟敢说是自己烧出来的？昨日刚烧出来，所以品相差些。大小姐，此人多半是骗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燕。你就是城西沈家的陈燕。我听说你欠了聚财府20两，周家正要收你的屋子。你急着卖这些珠子还债？是。你想卖多少？3两。大小姐，3两高了。这几颗珠子虽然像琉璃，但品相粗落，至多1两半。不是3两，32。32！你疯了不成？这几颗粗珠子竟然敢开价32！不是买这颗珠子，而是买了我下一批货的优宣权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32是多少吗？知道。我还知道，真正的西域琉璃在京城能卖到10两以上。若颜色品相稀奇，卖到20-30两也不奇怪。那你凭什么认为你能烧出下一批？因为这几颗是我用一座破窑、一堆尸柴、1夜时间烧出来的。若给我上等煤炭，修好炉窑，我能烧出比这更圆、更亮、更透的珠子。你想怎么合作？陆家出3两银子，外加木炭、陶土、细铁丝，双方工匠。我出烧制秘法，第一批琉璃珠，陆家独家销售。利润怎么分？55。你一个穷书生，凭什么跟陆家55分？凭陆家没有我，永远只能等西域商队开价。而我没有陆家，也不过是晚几日找别家合作。你敢威胁陆家？不是威胁，是买卖。10两。告辞。成交。大小姐，但我要亲眼看着你再烧一炉。可以。若你骗我呢？我这条命值20两。傅伯，取30两银票。小心点儿！大小姐，此事是否要先禀报老爷？30两而已，我亏得起。唉。你什么时候开炉？现在。现在？我只剩2日。陆小姐若想赚大钱，最好也别太慢。沈燕，你哪来的银子请陆家帮你？烧沙子赚的。诸位不是想看我怎么把沙子烧成银子吗？今晚别眨眼，我烧给你们看。难不成沙子还真能变银子？陆家的马车都来了，说不定真有门道。我看未必，说不准是这小子用了什么花言巧语，把陆家小姐骗了。陆家大小姐那是什么人物？能让她骗？沈燕，你别以为借了陆家的事就能在这里装神弄鬼。沙子就是沙子，它若真能变成银子，这天下穷人早就富了。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河边的沙子到处都是，若真能卖钱，哪里轮得到他？书也是人人都能读，可为什么有人能中举，有人连《论语》都背不全？你先把炉藏内壁重新糊一遍，泥米里掺碎桃粉，不要太厚，重点堵缝。沈公子，为什么要在黄泥里掺碎桃粉？防裂。而碎桃粉本身就烧过一次，不会再怎么变形，掺进去能稳住泥胎。明白了。进风口不要太大，窄一些，风才冲得急。可口子小了，进风不是少了吗？哪个更急？主管，我要的不是风多，是风集中。这就是你烧琉璃的原料？这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草木灰、石粉、回炉料。你知道材料也没用。为什么？材料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值钱的是比例、火候、炉型、退火，还有失败之后知道该怎么改。那你为什么找陆家？因为我缺钱、缺人、缺渠道。你倒是坦白。做买卖最怕互相装糊涂。那我问的再直白些，你就不怕陆家拿了你的方子，
再将你踢开。怕，所以我不会把命压在陆家的良心上。那你压什么？只要和我合作赚得更多，陆家就不会轻易翻脸。若有一日陆家觉得吞掉我更赚，我会提前让陆家知道，吞我的代价比合作更高。沈燕，你不像一个寒门书生。人被逼到绝路，总会变。听说陆家大小姐亲自来了，今晚真要开锣。第一份按昨夜成功的比例微调，第二份加入更多回炉料，第三份降低草木灰比例，提高白沙占主。沈公子，每份料还要分开记，不记下一炉，怎么知道改哪里？慢一点，现在加炭，风箱别停，但不要太猛。火色暗了，加小炭，不要压死火。让，都让！陆大小姐也在啊。陈燕，听说你真把沙子烧成了琉璃？明天才是还钱的日子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催债的，我是来开开眼。毕竟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见过有人能从河边捧把沙子烧出20两银子。不过沈燕，我可提醒你一句，若你故意弄些假货骗陆家，就不只是周家要找你，陆家也饶不了你。明日还钱时，记得把我父亲那张借据原件带来。你真以为自己还得起？你今日看完，心里就有数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变出银子。娘嘞，沙子真能烧出银子啊！昨儿你不是说要吃窑灰？放屁！谁说了？你听错了。这些珠子我陆家全要了，按合作算，不单卖。自然。记账，今晚这一炉暂估120两。120两？就这几颗珠子？陆家大小姐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陆大小姐，这价估的是不是高了些？周管家何时也懂琉璃生意了？此珠虽形制未满，但色如春水，内含星雾。若送往江南，配金丝做簪坠，一颗卖10两不难。12颗估120两，是陆家占了沈公子的便宜。明日，劳烦陆小姐准备一份正式契书。好，我要独立账房，原料支出、工签、销售银额，每一笔都要清楚。可以。工坊内的工匠由我调配。可以。核心烧制时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包括我。包括你。可以。沈燕，恭喜啊！没想到你还真有几分本事。既然你能烧出这么值钱的琉璃，那你欠周家的20两，是不是现在就该还了？借据带了吗？借据在赌房，那明日再还。何必等明日？我让人回去取就是。周管事这么急，是怕我跑了？欠债还钱，当然越早越好。也行，不过我要在县衙立还债遗书，请里正和街坊做见证，借据当众销毁，债务两清。沈燕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怕周家赖账不成？是。你敢污蔑周家？你们放印子钱的人，名声如何，自己心里没数。好，明日县衙见。沈安，回去告诉沈城里，我这屋子，他5两银子买不起了。沈燕，你别得意太早。继续烧。沈公子，已经成了，还烧？这炉不算成，10炉乘7炉才算成。听沈公子的。小的亲眼所见，那沈燕把沙子、草木灰之类的东西送进炉里，真的烧出了琉璃珠。有意思，一个欠债快死的穷书生，竟然藏着这种本事。少爷，若让他和陆家搭上线，咱们再想拿他就难了。
欠了周家的钱，岂是他想还就还的？借据呢？拿来。少爷，借据没了，明日怎么收债？谁说没了？重新写，把20两改成200两。他若还不起，就用烧琉璃的方子抵。他若敢不认账，一个欠债穷书人和周家，县令会信谁？少爷高明。周家明天不会老实。你觉得他们会不认账？若我是周家，今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毁掉原借记，再伪造一份数额更大的。你既然猜到了，为何还答应明日县衙见？因为我也想知道。知道什么？青山县的官到底有多黑？周家的手又到底能伸多长？生意要做大，迟早要和这些人碰上。既然躲不过，不如趁现在价码还小，先试一试他们的底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白日烧制第1颗劣质琉璃。明天，他们若只想收钱，我给钱；他们若想抢方子，那就让他们先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了才好剁。按合作约定，这批珠子陆家负责销售，扣除原料工钱、运输和打磨成本后，利润55分。这是20两，你先拿去还债。诸位，我今日去县衙还周家20两债，诸位若有空，可以一起去做个见证。我去！昨日周家那些人太横，今日咱们街坊给你作证，走，看看去。干什么的？今日学生来是为了偿还家父生前欠聚财赌房的银子，只求县衙做个见证，销毁旧借据，免生后患。你等着。你要还聚财赌房的债？正是。既是民间债务，私下了结便是，何必闹到县衙？家父已故，学生孤身一人，债务若不在县衙立文书销借据，日后若有人再拿旧据索债，学生百口莫辩。这话有理，20两可不是小数目。学生不敢劳烦县尊大人，只求县衙做个见证。倒是个谨慎的。马师爷，周公子，沈兄，听说你今日要还债，周某特来看看。借据带了吗？自然带了，请师爷过目。沈燕，你说欠债20两，可周家这借据上写的是200两。200两？昨日不是说20两吗？怎么一夜变成200两了？这也太黑了吧！胡说什么？白纸黑字，申手人亲手画押，谁敢说是假的？沈兄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200两虽多，可借据在此，你总不能不认吧？这是我父亲当初画押的借据，自然，确定不是昨夜新写的。放肆！你敢污蔑周家伪造借据？沈燕，县衙门前休得信口雌黄。学生不敢。沈兄，周家也不是不近人情，若你今日拿不出200两，我倒可以给你指条路。听说沈兄昨夜烧出了一批琉璃珠，周家愿意宽限你的债务，只要你将烧制琉璃的方子交给周家，这200两债，周家可以替你免去。这是明抢。周公子宅心仁厚，沈燕，这已经给你留了活路。师爷也觉得这借据是真的，借据在此，手印在此，岂能有假？既然如此，学生也有一张借据，请师爷过目。昨日周管事上门讨债，亲手将借据拍在我桌上。学生虽病，却并非眼瞎。那张借据纸色泛黄，右下角有油污，家父手印压在人字半边。而今日这张借据，纸心墨心，手印位置也不同。学生虽无原件，但昨日周管事来沈家逼债时，巷中街坊多人都在场，也有人听见周管事亲口说是20两。王婶，你可听见？听见了，昨日周管事就是喊的20两。听见了，就是20两。我也听见了，说是20两，还说3日之后拿不出钱就收屋子。你们这些穷鬼懂什么？债上加债，利滚利，200两有什么稀奇？
肃静！即便昨日周管事说了20两，也可能只是暂收之数。如今借据上写着200两，你若说它是假的，可有实证？有。昨日周管事那张借据上，赌方印记为红横色，边缘发黑，应是陈年朱砂印。今日这张借据上的印记颜色鲜亮，上有油亮浮光。若师爷不信，可以取水一试。新印遇水，边缘必晕；旧印入纸，晕色不同。沈兄果然心细。不过，借据是真是假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街坊说了算，县衙自会查明。不错，此事既有争议，便暂由县衙收押借据，择日再审。何必择日？马师爷，既然沈公子说借据有假，周公子说借据为真，那当众验一验便知。陆小姐，此事乃民间债务，民间债务闹到县衙门前，师爷若不当众查清，明日传到江南府，旁人还以为青山县衙连一张借据真假都不敢验。陆小姐，这是周家和沈燕之间的事，陆家插手是否不太合适？昨夜起，沈公子已是陆家的合作商，有人用假借据逼他交出琉璃方子，便是在抢陆家的生意。周公子觉得我该不该插手？既有争议，便当众验。你就是沈燕，听说你能烧琉璃？学生见过县尊，略懂烧造之法。取清水来。是。大人，这不能说明什么，或许是印泥不同。还有墨，这张借据的墨色虽干，但墨痕浮在纸面，未完全吃入纸中。若是2月前所写，不该如此。另外，家父死前右手常年发抖，手印应有脱痕，而这张手印清楚，边缘规整。周公子，你作何解释？少爷，狗奴才，连一张借注都能拿错，还敢狡辩！小的该死，小的一时糊涂，拿错了借据。县尊，此事是周家管教不严，真正借据却为20两。沈兄，误会一场。既然是误会，那便还债吧。沈兄，债虽清了，但你我之间或许还有生意可谈。陆家能出什么价，周家也能出，甚至周家可以更高。周公子想买什么？琉璃方子，价钱你开。不卖。昨夜或许可以谈，今日没得谈。沈燕，商贾之事日后再议，今日既已还债，便散了吧。你是出了什么？县令不想让周家独吞琉璃生意。周家贪，但急；马师爷偏周家，但不敢压陆家。许氏令更贪，但比周家聪明。所以接下来，周家会暗抢，县令会明要，其他商户会观望。陆家若想吃下这门生意，就要快。你想怎么做？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，烧出一批真正能让富户抢破头的货。琉璃珠？珠子太小，镇不住人。杯，能让酒色透光的琉璃杯。我要让青山县所有富户都知道一件事：他们以前见过的西域琉璃不过是破烂。你真能做出琉璃杯？能，但需要银子、人、场地还有时间。行，一切都按你的来。第一，原料采购权不能全归陆家，我要有指定权。第二，工坊内工匠的调配权归我。第三，方子不入契书，只写烧造技法由我掌握。沈公子，这样一来，陆家岂不是只出钱出力，却碰不到核心？陆家碰到核心，合作就该结束了。这，按沈公子说的改。我们现在买的不是方子，是沈燕这个人。我要一处独立院子，最好靠水。城南有座旧染坊，是陆家早年买下的，后面就有水渠。走，去看看。这里改成原料房，这里做窑炉，那边做退火室，前院留给账房和护卫。护卫？昨夜周家已经动心了，最迟今晚，他们就会派人探访。傅伯，调8名护院来。不要太显眼，
但要敢动刀。照办。工匠要12人，泥瓦匠4人，铁匠2人，窑工4人，杂工2人，另要1名账房，每日记录原料进出。为何要账房？我要知道每斤材料能出多少货。沈公子，您做的青色琉璃珠1个时辰全部卖空。从今日起，工坊工钱翻倍，若连续10日无差错，每人再赏1两银。公子，要不要送官？不送，打断1条腿，丢到周家赌坊门口。他一个寒门书生，竟敢这么狠！少爷，陆家护着他，咱们不好明来。那就不明来，找人盯着工坊，我要知道买了什么料，用了什么人。已经安排了。还有，去请刘掌柜，江南琉璃商会那个刘掌柜。江南琉璃商会那个刘掌柜？对，沈燕不是会烧琉璃吗？那就让真正做琉璃买卖的人来看看，他这点本事够不够资格活。第1炉出珠15颗，第2炉出珠22颗。到第3日，工坊已经能稳定产出青色琉璃珠，10枚青雾琉璃坠全部卖空，每枚12两。沈公子，这铁管做什么用？用来吹杯。吹？杯子还能吹出来？哦，成了！大小姐，这东西青山县从未有过。不止青山县。把消息给我放出去，10日后县令寿宴，我要让这3只杯子出现在寿宴上。你想当众打周家的脸？打脸只是顺手，我要当着青山县所有富户的面告诉他们，从今往后，琉璃这门生意不再由西域商队说了算。那由谁说了算？由我。这真是青山县本地烧的。刘掌柜也看不出破绽。工艺粗，火候浅，气泡多，绝非西域商品，但它确实是琉璃。周公子，这人若只能烧珠子，不足为惧；可他若真能商图杯盏，便不是小事。为何？珠子是小件，碰巧成了也正常。杯盏是器皿，能成杯盏，就说明他已摸到稳定烧造之法。这种人，要么收为己用，要么毁掉。我请你来，就是为了毁他。县令寿宴，我会去。只要他敢献杯，我便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东西不是稀世珍宝，而是粗劣次品。那就是沈燕，听说他一夜烧出上百两银子。周家前些日子在他手里吃了亏，今日怕是有热闹。爹，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。闭嘴！县尊寿辰，周家备了一件宝礼。西域琉璃杯，周家真是大手笔，这怕不得值几百两。此杯乃周家从江南购得，愿祝县尊福寿绵长。周公子有心了。他故意先献西域杯，正好，没有旧货趁着，新货怎么显眼？陆家祝县尊寿比南山，特献青玉琉璃盏3只。哦，这比周家的西域杯还亮，真是琉璃，像玉，又比玉透。陆家从哪里得来的？此盏非西域所产，乃沈燕沈公子亲手烧制。这是江南琉璃会会刘掌柜。陆小姐这话未免太过了。县尊，老朽做琉璃买卖30年，今日见此物，倒有几句话不得不说。刘掌柜，请讲。此物粗劣，诸位只见它透光，却不知真正上等琉璃当色正，至匀无泡。此盏有气泡，杯口不匀，杯底厚重。若在江南，这等货色只能算3流。哼，原来是次品。我就说，青山县怎么可能烧出比西域还好的琉璃？刘掌柜是行家，他的话应该没错。沈公子年少，能烧出形来已属不易。
但拿这种粗货冒充稀世珍品，就有些欺世盗名了。刘掌柜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那我问刘掌柜几个问题。此杯可是上品，虽非极品，但也算中上，300两。我这只若按刘掌柜说法，只是3流粗货，对吗？不错。既如此，敢问刘掌柜，这只3流粗货，若让你们江南琉璃烧行烧多久能烧出来？1月、3月、1年？还是说刘掌柜做了30年琉璃买卖，只会从西域商人手里买，不会自己烧？你说的那些缺点我都知道，可它做工再粗糙，也是我大钱自己的炉里烧出来的。周家的西域杯再精，也要跪着等商队开价。诸位今日看到的，虽不是天下最好的琉璃，但也是青山县第一只本土琉璃杯。我相信1年后，西域商人手里的琉璃杯，在我这里只配做废料。空口无凭。你说1年后能胜西域，谁能证明？不用1年。县尊，可否借周家那只西域杯一用？准。县尊，周公子既已献礼，此杯便是本官之物。沈家的更亮，周家那只看着贵，可照不出光。好一个青玉琉璃盏！沈公子果然奇才，此物若再精进，前途不可限限。陆家这次押对了。沈燕，此盏本官很喜欢。你这工坊叫什么名字？回县尊，暂未取名。本官看就叫青山琉璃坊。从今日起，青山县内若有宵小滋扰，本官绝不轻饶。多谢县尊。江南琉璃庵会出手了，他们联手几家商后，抬高木炭、石灰石、陶土价格。近日木炭价格涨了30%，石灰石直接不卖给陆家了。这不是断咱们的料吗？石灰石只有他们有，城北矿口被崔家旁支把着，他们不点头，没人敢卖。谁说非要从矿口买？城外河滩、旧墙灰、贝壳窑灰都能是。你早就在准备备用料。从周家伪造借据那天起，我就没指望他们守规矩。铁牛，明日带人去城外收贝壳、白石、旧灰。明白。放出消息，青山琉璃坊高价收白净河沙、贝壳灰、旧石灰，现钱结算。这会不会让别人猜到原料？让他们猜，猜得越多越乱。你想故意放假方向？真料混假料，真话混假话，最难分辨。他们想断我的料，那我就让整个青山县的人都替我找料。你这招比直接抢料狠。周家用钱让商户不卖，我用钱让百姓来卖。他们堵1条路，我开100条小路。10只琉璃盏卖出了1600两，不能再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琉璃行最怕什么？什么？炸炉。只要他的炉一炸，死几个工匠，再传出青山琉璃堂烧的是妖火毒烟，到时候没人敢买他的货。好，那就让他的炉炸一次。刚进账的银子，你几乎全花出去了。银子放在箱子里只会招贼，花出去变成人力物力才是根基。可这样账上现金太少，容易周转不开。所以接下来要卖第2种货，琉璃酒壶。杯盏才刚稳定，就做酒壶。酒壶不是为了多卖钱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，青山琉璃坊的东西会一直变。只要他们相信我能不断烧出新东西，哪怕我暂时不卖，订单也会自己找上门。我让商号先放消息。不急。为什么？风头太盛，该有人动手了。周家？不止周家，他们如果想毁我，
最好的办法不是降价，也不是断料，那是什么？让炉子死人。哦，成了，公子真成了！这东西一出，青山县那些酒楼怕是坐不住了。只卖3套，又限量，沈公子越来越像奸商了。我本来就是商人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赵管事，后院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。像是石粉。这不是普通石粉，而是受潮后遇高温容易爆炸的东西。公子饶命！我不知道这东西会炸，有人给我5两银子，让我把这包东西倒进1号料理。你差点害了全坊人的命！谁给你的银子？我不认识，是个独眼汉子，在西市后巷找的我。公子，我带人去抓。抓不到。那要送官吗？送。公子，送官有用吗？没用。但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有人要炸我的炉。除了周家，还能是谁？上回伪造借据，这回又害人炸炉，真黑心。沈公子给县钱收料，多厚道啊！现在怎么办？不能再用小手段了。沈燕的琉璃盏卖得贵，是因为青山县没见过好货。我已经传信江南，3日后会有一批西域琉璃器送到。用真货砸他的价？不错，只要我们把西域琉璃杯压到100两一只，再放出消息说他的青玉盏只是粗制滥造，他就卖不动。你舍得？不舍得也要舍得。现在不压死他，日后死的就是我们琉璃昂回。江南来货了，西域琉璃杯20只，琉璃盘8只，琉璃壶3只。刘掌柜准备在万宝楼摆货，价格比以往低了近半。他们这是宁可亏钱也要压我们。那咱们也降价？不降。陆小姐，青山县最爱面子的是哪几家？钱家、孙家、何家，还有县称夫人。他们买东西看重便宜吗？他们看重独一份。刘掌柜卖的是旧货，我们卖的是定制。什么定制？从今日起，青山琉璃坊不卖普通杯，只卖定制款。钱家买就在杯底烧一个钱字暗纹，何家买就做一套梅纹盏，县城夫人若买就做花口小盏，每一只都不同，每一套都只此一份。不好了！青山琉璃坊刚刚推出定名琉璃器，每一件按主家姓氏、喜好、宴席用途专门烧制，每套只烧1次，同文不复。第1套钱氏金波盏已经被钱家以800两定下。他怎么总能变招？不能再留他了，商战压不住，就让他消失。县令盯着，直接杀他太蠢。沈燕能活到现在，是因为陆家在他身后。若陆家先倒呢？陆家商号最近有一批绸缎要运往江南，路上若出了事，陆家资金链一断，你说陆清霜还护不护得住沈燕？周公子高明。大小姐，运往江南的货船在清河渡被水匪劫了，货没了，人也死了7个，损失白银近1万两。这批货是陆家周转的关键，若江南那边追责，咱们青山县分号撑不了多久。肯定是周家干的。陆家现在缺多少银子？至少6000两，才能稳住江南那边。沈燕，此事是陆家的麻烦，你不必。错了，周家打陆家是为了断我的靠山，所以这不是陆家的麻烦，6000两而已。给我7天，我还你一场青山县从没见过的富贵。沈公子，这是何物？镜子。铜镜？不是铜镜，琉璃能透光，也能映光。你想用琉璃做镜？对。不可能，琉璃是透的，怎么照人？不可能，琉璃是透的，怎么照人？陆小姐平日用的铜镜，
照得清吗？上好的铜镜能照出轮廓，但不够清晰。若有一面镜子能照清眉目发丝，陆小姐觉得值多少钱？沈公子，青玉盏还能说是烧造之法，可这镜子不是说做就能做的。需要多少银子？现银1000两。福伯，取1000两。大小姐，取。陆小姐，江南那批货出了事，可别牵连我们。之前的货款，今日必须结一半。还请各位宽容几天，7日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陆小姐，听闻陆家近日周转不便，周公子消息倒快，1万两。只要陆小姐终止与沈燕合作，改与周家联手，这1万两就是陆家的。陆小姐是聪明人，沈燕不过一个寒门书生，她能给陆家的，周家一样能给，甚至更多。周家要什么？沈燕的工坊、方子，还有人。若我不答应呢？陆家货船能出1次事，就能出第2次。你这是威胁陆家？不是威胁，是提醒，劝你好好考虑。他们欺人太甚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乱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陆家被欺负吗？继续守着。大小姐，最后一天了，沈公子怎么还没有消息？怎么样？娘呢？这东西不能只卖6000两。放话出去，今夜陆家设照引会，只请10位女眷观看一件宝物，只看不卖。陆家不卖货，开什么会？或许是故弄玄虚。今晚过后，陆家若还是拿不出银子，我看他还怎么撑。陆小姐，今日到底让我们看什么？看诸位自己。陆小姐，此物我要了，你开个价，先给我，我出3000两，3000两也想买，我出5000。此物有名字吗？沈公子取名赵花镜。赵花镜，陆小姐，我出8000两。夫人，此镜不是普通货，手镜只此一面。若夫人购下，陆家愿在镜背刻上徐府赵花第一镜，1万两，成交。大小姐，陆家有救了。接下来该让周文月知道，抢货船这笔账不会因为1万两银子就算了。你要反击？不是反击，是收债。多少？1万两。沈燕必须死。县尊，这是送您的。沈燕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查羌河渡水匪一案。你怀疑周家？学生不敢妄言，学生只是觉得青山县出了水匪，劫了陆家的货。若县尊能破案剿匪，追回货物，又得赵花镜这样的祥瑞奇物，此事传到府城，县尊大人的政绩想来不会难看。清河渡水匪横行，确实该查。县尊英明。成了。县衙明日出兵，但我猜应该查不到周家。那你还让县令查？我要的不是现在扳倒周家，我要的是砍掉周家伸向水路的手，顺便让所有人知道，动陆家的货船会死人。就这些人。县尉大人，清河渡那些水匪不过几十人，平日抢些货船，见了官兵自然就散了。若真这么好搅，怎么拖到今日？你也去。清河渡地形我让船夫画过图，有些地方或许能帮上县尉大人。剿匪不是商铺谈价，刀剑不长眼，所以我不靠前。你最好记住这句话。陆小姐也去？被劫的是陆家的船，死的是陆家的人，我去认货也认人。跟在后面。
不要乱走，衙役分2队，左右包过去。向勇守住后路，船夫带路，不许出声。县尉大人，不能从正面进。为何？渡口太安静了。水匪靠水吃饭，若真藏在附近，岸边一定有探子。我们从官道过来，他们应该早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故意没跑？对，要么他们有埋伏，要么真正值钱的东西不在这里。还有别的路能绕过去吗？大人，往上3里有条窄水大，能绕到芦苇荡后面，但路难走，船也过不去大船。带路。大人，在那儿。好，果然在这儿。左队绕到水边，断船；右队堵寨门。向勇跟我冲，沈燕，你们留在后面。县尉大人小心，他们可能有功。知道。官兵，好家伙，快上船！公子，我也去。等等，看那里，他应该就是陈三口中那个人。跟我上！站住！傻大个儿，找死！你是谁？敢动老子？知道老子是谁的人吗？周家，看来是。我什么都没说。不用你说。谁杀了陆家的人？做买卖哪有不死人的？你们陆家的船匪怪得了谁？陈怀63岁，船工刘二有2个孩子，账房罗青下个月成亲。他们不是你闺里的一具死人。再废话，我现在就剁了你。陆小姐，人我会带回县衙审。县尉大人，这案子大了，这些不是水匪自己能弄到的。封箱，所有兵器全部带回县衙，水匪分开押，不准串供。真巧了，那不是清河渡的水匪吗？陆家的货追回来了。后面那些是弩，水匪怎么会有弩？出事了。少爷，水寨被端了，独眼也被抓了。他有没有看见你？见过。他若供出周家怎么办？让他闭嘴。牢里也能死人，今晚之前，他必须死。县尉大人，独眼今晚可能会死。谁敢在县衙杀人？敢私藏弩甲的人就敢。你想怎么做？换牢，把独眼换到别处，牢里留个假人。你把县衙当你的工坊调配？县尉大人若想查出背后的人，独眼必须活到开口，只此一次。吃饭。饭里加了什么？县尉大人，现在想活吗？我说，谁指使你劫陆家的船？谁给你传的话？周家。兵器呢？也是周家给的，说是让我们养人，必要时替他们办事。县尉大人，该上报县尊了。你不怕周家狗急跳墙？我怕。那你还逼到这一步？他们不跳出来，我怎么知道该打哪条狗？你这书生心够黑。学生只是想活。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立刻拿人。拿谁？先拿周贵。沈燕，你怎么看？学生不懂刑案，只知周贵是周家心腹。若先拿此人，顺藤摸瓜，想来不难。孙成，带人查封聚财赌坊，捉拿周贵。是。沈燕，此案县衙会查，你回去等消息便是。学生明白。如何？县衙要拿周贵，只拿周贵。许知县不敢一口吞下整个周家，但周贵一进牢，周家就少了一只手。倒是周文远肯定会救他。当然，
所以真正的戏现在才开始。县衙办案，所有人蹲下！孙县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聚财赌坊可是有牌照的。周贵，清河渡水匪案牵涉到你，跟我回县衙。县尉大人，误会，定是误会。小的只是个赌坊管事，怎么会和水匪有牵连？拿下！我是周家的人，你敢拿我？拿的就是你。我要见我家少爷。到了县衙，你想见谁都行。封账房，搜后院。孙成带的人是谁下的令？说是县尊大人的令。周公子，周贵不能开口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的意思是，必须尽快想办法。周贵知道太多，水匪、奴甲、货船，他若吐出来，周家就麻烦了。周贵的家人在哪儿？他婆娘和2个儿子住在城北小院，全部接过来。明白。周公子果然，我要他消失。现在不好动手，不动手也能让他消失。放消息，就说赵花镜是毒镜，照久了会伤脸，甚至会死人。再找个女人，脸上生疮，咬死是用了陆家的镜。妙，女人最爱镜，也最怕毁容。只要谣言起来，赵花镜的越贵，反噬越狠。沈燕想靠镜子翻身，那就让镜子变成她的催命符。冤枉啊，大人！小的只是赌坊管事，平日连清河渡都很少去，哪里认识什么水匪？这是从水寨搜出来的，背面刻着聚财赌坊的暗记。大人，这是有人栽赃！我周家赌坊每日人来人往，木牌流落出去也不奇怪。这些呢？小的不知。周贵不开口，是因为觉得周家能保他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他的家人在周家手上，以周家的作风确会如此。去城北查周贵家眷。县尉大人，周贵家中没人，邻居说一早被周家马车接走了。混账！你怎么总能猜到他们下一步？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权有钱，便一定会选最省事、最狠的办法。那你说，现在怎么办？县尉大人敢不敢再查一次周家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不是查赌坊，而是查周家私宅。县尊未必准，所以要给县尊一个不得不准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就这些事，清河渡水匪劫过的商船名单，陆家不是第一家，只是以前那些小商户损失不大，不敢闹，也闹不起。我让陆小姐查了近3年的货运记录，凡是在清河渡被劫的商妇，事后都转向周家借钱。有3家还被周家低价收走铺子。你是说周家养匪劫货，在放债吞铺？我只是把账摆出来，至于是不是，就需要县衙查。沈燕，这些账是陆家查的？是学生请陆小姐帮忙查的。你倒是勤快。学生胆小，只想知道谁要害我。哼，孙成，搜周贵城北宅院。大人，不搜周家，先搜周贵。县尉大人，周贵宅院也够了。